澳大利亚会采取什么样的原则？那就是继续紧紧地跟随美国。美国如果打算在南海或台海进行挑衅活动，那澳大利亚一定会派出海空力量加以协助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暴民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声称要和美国同进退。澳大利亚现任的国防部长叫达顿，经常对中国出言不逊。他曾经表示，对于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，澳大利亚国防军一直对此进行高度戒备。这一言论呢，遭到了中国外交部门的严厉的警告和抗议。10月24号，达顿又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，这一回他声称，如果发生台海战争，澳大利亚将坚持与美国同进退。很快就有岛内的网友讽刺说，意思是美国退，澳大利亚也退，对吧？看到这条新闻呢，我们觉得这位达顿部长虽然看起来非常的鲁莽，非常的反华，但是到了关键问题上呢，他的脑子还算是清楚的。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是紧紧跟随美国，美国需要他做马前卒的时候，他可能会奋勇向前。当美国鸣金收兵的时候呢，澳大利亚肯定会第一时间撤退。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台湾，都不太可能让澳大利亚去血战到底。至于单独的挑衅中国这种蠢事儿，澳大利亚估计也是绝不会做的吧。其实啊，和美军同进退并不是澳大利亚的什么新政策，从朝鲜战争开始，澳大利亚就是这么做的。越南战争期间呢，澳大利亚军队同样跟随着美国来到这个热带国家，打了不少的丛林战。澳军甚至还从越南军队手里面弄到了2件中国生产的重武器，590式坦克和63式装甲车，让美国的军事情报官都羡慕的不行了。这也向我们预示了在今后的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局势当中，澳大利亚会采取什么样的原则？那就是继续紧紧地跟随美国。美国如果打算在南海或台海进行挑衅活动，那澳大利亚一定会派出海空力量加以协助。但是假如美国打算后撤到第2岛链，放弃第1岛链和附近海域的控制权，估计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也绝不会踏入雷池一步。那么如果美军真的决定干涉台海，并且要求澳大利亚方面打头阵的话，澳大利亚会怎么做呢？如果2027年爆发台海之战，澳大利亚订购的核潜艇还没有到货，只能够用当前所拥有的常规潜艇或水面舰艇部队，那么可能性比较大的战法有2个。首先是派遣驱逐舰和护卫舰为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提供护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澳大利亚舰队可能要先沿着第2岛链北上抵达日本和美英舰队会合，然后再南下进入战场。另外一种可能性呢，就是出动澳大利亚所谓的2栖攻击舰，为美国海军提供 F-35战斗机的起降平台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投送平台。澳大利亚的空军能发挥的余地不大，比较大的可能性是部署到日本或者是韩国，对中国形成侧翼上的威胁。至于澳大利亚的陆军会不会登上台湾岛，那就要看美军怎么进退了。我们估计美国陆军既然已经通过兵棋推演了，认定自己打不过解放军，那就一定不会上岛协防。那澳大利亚的陆军呢，也就不需要陪绑了。如果是2034年爆发台海之战，那么澳大利亚除了上述战法之外，还可能派出核潜艇参战。虽然台湾海峡本身呢未必适合使用核潜艇，但是在南海、东海甚至是黄海，核潜艇还是能充分发挥作用的。这个是会给解放军带来比较大的麻烦。当然了，到了2034年，解放军的海空力量会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。美军的高官自己也承认，到那个时候，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都打不过解放军了。那么澳大利亚的选择也很简单，跟随美军一起退走就好了。达顿这样的表态显然不是他个人的态度，而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。今后即使其他人来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或者是国防部长，与美军共进退的原则依然不会发生变化。这就让台独分子备受打击呀！原来压根儿就没什么盟友会选择替台湾血战到底，连美军都在给自己找借口，尽量的不和解放军在台海打仗。台湾当局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指望澳大利亚呢？好，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。